在家里面用手机给大家直播，刚开始直播，是的，你对他们来讲太具威胁性，这是直播吗？当然是现场直播了。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有哥们儿问我是不是直播呢？当然都是现场直播了啊！每天晚上10点、11点、9点钟都有可能随机，每天晚上都会直播啊。哪个城市？我在他妈的浙江杭州。哪个城市？你从来不关注我们啊！樊公子衣服都买不起了，哎，对，是的，穷的只能穿巴黎世家了。你说有多穷？太穷了啊！穿自由女神像 T 恤会有正妹喜欢吗？其实是看人的，我穿什么其实妹子都会喜欢的啊。为什么不在经典地点直播啊？因为我们在搬一个新的办公室，打算把这个直播的场景重新再改造一下，现在正在装修，那个装修估计得装很久啊，所以这段时间就在这个一直在准备嘛啊，因为我们就是灯光要升级，麦克风要升级，镜头要升级，要给你全新的视角。对，整容的恢复，你不是搬到上海了？谁跟你说我搬到上海了？我什么时候说搬到上海了？你都是从哪听到的啊？好多人在黑你公司，黑不是很正常吗？哪一个正妹不被男人喷？你告诉我，哪一个正妹，哪一个长得好看的妹子背后没有男人说她闲话，她背后没有一帮丑逼女人在那嚼她碎嘴子，说这个妹子一点都不检点，她挣这么多钱不是靠她自己努力，就是靠帮男人的。正妹会怎么想呢？正妹从来不想用自己完美的人生向所有人证明，你甭管老娘是怎么做的，我过得比你好，对不对？所有的正妹都会是这样的。你看那些所有被喷的人，比如说韩寒、方舟子天天打假，打韩寒打掉了没有？对不对？韩寒在我心里我非常认可，我觉得这个男人非常牛逼。为什么呢？因为韩寒说了过一句话我非常认可，他说韩寒的这个经典名言，如果一个女生愿意跟我出来看电影，我就意味着她愿意跟我上床。这话我在16、17岁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我不屑一顾，我觉得这人吹牛逼的。看电影跟和你上床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直到10年之后我才明白，这话非常正确。只不过我也做不到，在座的各位也做不到，但是一定有人能做到。就是通过这10年的经验，我对女人了解越来越深刻，我才明白韩寒没有吹牛逼，他说的是他自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女生愿意跟他看电影就可以跟他上床啊，是这个逻辑是通畅的，只不过你的操作有问题，你不能做到这个，好吧？这房子回音好大，他妈的有回音吗？有回音啊？啊，过2天去妹妹家看电影了，你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还要在这儿说刷存在感。过2天去女生家看电影，每天晚上我至少有2、3个女生都要主动约我。这有什么？这太正常了。你没有看我昨天的喜欢评判体系吗，哥们儿？女生约你去看电影，这个喜欢程度是几分？2分，1到10分。女生主动约你去看电影2分，好不好？过2天给妹妹发520啊，樊公子，我是你10年门徒，10年前我他妈16岁，哥们儿，10年前我初中刚毕业，你就把我门徒了，啊？就是你知道我多大吗？我现在26岁。公子，女朋友找我睡觉，我说我要看你直播，这不是应该的吗？这不都应该的吗？你都是你女朋友了，说明也是你们2个人你对彼此的身体也比较了解，对吧？就跟每天吃的粗茶淡饭一样，一日3餐每天都是吃那几个主食。那樊公子，因为我告诉你，你这话是千真万确，因为女朋友呼唤你过去，你做的那个事儿对你来讲没有任何新鲜感，一点都不刺激，
也没什么兴趣，因为唾手可得。但是樊公子直播是准备了很久很久的干货，在这1个小时内疯狂给你输出，提供1个小时情绪价值，让你非常 happy。那当然是听我的直播了，对吧？但是女朋友很漂亮，8分女，好，这哥们儿不用再听我直播了，现在就看我一个课叫颜值评判体系，看一下8分妹是什么样的。直播间里，我现在可以这么讲，不仅是直播间里，是我公开宣布，如果谁能够追到8分的女生，你现在把你的收款码发给我，好不好？现在把你的收款码发给我，我立马转你10万块。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你怎么和这个8分妹认识的，把你们的全程聊天记录给我只需要知道几个信息：第一，你怎么认识的；第二，把聊天记录发给我；第三，你跟我详细的口述一下你跟他从认识到在一起的这个经过，我立马转你10万块，好不好？行不行？能追8分根本不缺10万，20万。我又不要你教我，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学习，就给我分享什么，我只需要知道几个关键信息就行了，好不好？我只想看8分妹是怎么跟你聊天的就行了，好吧？还8分妹，我求之不得，我跟你讲，我做梦都想让我各位兄弟能够追到8分妹，好不好？因为我双膝跪地，小弟他妈的膜拜，我只需要一套聊天记录，你给我看一下，我心里就有数了，好吗？樊公子在哪里直播？他妈你在哪个平台看到我在这逼逼，我就在哪个平台直播。各位兄弟，这哥们儿你问这话，你他妈在 B 站上看我直播，你问我在哪里直播，你是很崩溃啊！樊公子小帅185怎么泡妞？小帅长185，你还要问我怎么泡妞？哥们儿，那你这个智商情商大概率也是把不到正妹的。185长得又帅啊，还问我怎么泡妞？因为你问我的不是怎么把高分，你问的是怎么泡妞，说明你现在还缺 AC。一个185的帅哥，你还缺 AC， 你甚至你们全家的耻辱，好吧？这个哥们儿说你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我时间已经很久远了，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的第一桶金是10万块，12万，我拿出了10万块钱去整容，这就是我的第一桶金，好不好？这个 AC 是什么啊？帮忙分析一下一个女生啊，那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公子535找到我本人，我来帮你分析。公子535找到我本人帮你分析。OK， 好，我看各位兄弟已经来的差不多了，很多兄弟姗姗来迟啊，想听樊公子分享他自己的真知灼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女人的真正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多哥们儿呢，他关注我，他听我天天在这研究女人，分析女人啊，讲怎么提升自己，怎么找到更高分的女生。其实很多哥们儿不太了解，也不太明确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对我们一个男人的成长，或者我们一个男人从屌丝逆袭到他妈牛逼男人的这个过程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今天的直播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要去找高分妹子，为什么你要去撩妹找女生。因为各位兄弟知道啊，对，因为各位兄弟你知道，你们觉得一个女人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来，各位兄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 不是 game 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是去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谈一个优秀的女朋友，优质的女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最牛逼的点是什么？这哥们儿说 AC， 你此言差矣。这哥们儿说有面子，有面子是最终你收获到的东西。我就说你开个豪车也有面子，对吧？你住个大房子也有面子，然后你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学历高也是有面子。为什么非得在这个事情上 all in 进去？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这哥们儿说白头偕老，我操，你这辈子有了。这哥们儿说上架，众所周知，你娶一个丑逼但家里面条件好的老婆，除了下不去嘴还是下不去嘴，好不好？众所周知，现在
那帮80后的凤凰男把那个岳父岳母都搞得很精明了，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岳父岳母识别渣男比他妈妹子识别的还精准，知道吧？就是这个凤凰男80后、90后、90初80后给搞他妈聪明了。这个现在你找一个岳父，没有什么好处。第一，他不会实实在在的给你掏钱，他的钱一般等他自己挂掉之后，给你们将来的小孩。所以在你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你是得不到岳父的好处的。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赚钱，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是做他妈互联网的，像我做这个职业，我认识一个家里面条件很好的，他做的是实体产业，对我来讲有什么帮助？没有任何帮助，对不对？就是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你为了一些你所谓的好处，少奋斗多少年，什么为了找一个家世条件比较好的妹子，但是你忽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其实根本就不值当。我都说了，你找一个长得丑在家里面条件好的女的，除了睡不下去还是睡不下去，其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包括这也是捞女。我告诉你，给你推人脉，我他妈做互联网的要的是我的嘴巴真知灼见，我要人给我推人脉干什么呢？就是我很简单，我现在就算上到 B 站主页了，视频号主页了，但是你听我讲的内容是一坨屎，你也退出去了。所以就是做很多行业是不需要钱的，他要的是你的脑子，要的是你有真东西，你真的懂，对不对？跟他妈的有什么人帮助你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好，我跟大家讲哈，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找这个所谓的家里面条件比较好的女的，或者是家世比较好的男的，他们全部都是为了一个点，就是跟朋友装逼，知道吗？跟朋友装逼，这是他找所谓条件优质的异性去结婚是最大的好处，因为他其实从理子上来讲得不到任何好处，他没有任何收获的。但是朋友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妈说出来，面上和这个文字上条件上一条一条罗列，他说的很有面子，让别人觉得很羡慕他，但其实他自己过得并不快乐。对，这根本说是一种攀比心理。中国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喜欢赢，哪怕他干这个事儿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他也一定要在面子上赢过别人，让别人都佩服他羡慕他，但自己过得跟一坨屎一样，自己过得一点都不开心，对不对？但是他需要在朋友面前显得自己很厉害，显得自己很牛逼，那不还是面子吗？你也可以理解为是面子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好，来，我刚刚给大家讲了啊，说这个话锋一转，我们就绕到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女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刚刚只是跑偏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女人最大的意义叫做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因为除了年轻貌美的女人，各位兄弟告诉我，除了年轻貌美的女人，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哪个东西不能被替代？劳斯莱斯很好，我开宾利就不行吗？西餐好吃，我吃 omakase 就不行吗？巴黎世家的衣服很帅，我难道穿他妈的 LV 就不行吗？但是年轻貌美的女生，你怎么替代？男人所有的需求，比如说所谓的 X 需求，所谓的情感需求，恋爱体验，颜控，你告诉我这些特质怎么满足？女人这么做怎么不能替代？可以替代，但是你这辈子一个你都追不到，你还他妈不是？哥们儿，你是不是没理解我的意思啊？女人这么多怎么替代？你告诉我，年轻貌美的女生你一个都撩不到，你不是，你是不是没理解我说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没理解我说什么意思？你说的跟你有几十个正妹可以选一个叫小花的正妹你不喜欢，你用小刘来代替，我说的是你现在一个都没有，好不好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这个高分颜值高的女生，优质的女生她太稀缺了，
它的不可替代性太高了，你完全找不到一个平替的，你的所有的需求你必须得通过它来满足。好，那这个就涉及到什么？我们在人跟人的社交过程中，什么时候会让你佩服这个人，觉得这个人牛逼？是不是稀缺性？就这人他说出来的话，或者他干出来的事儿，他拿出来的结果是非常稀缺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他身上具有特别某个点是非常有稀缺性的。所以你找一个漂亮的女人，找一个非常牛逼的女朋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才会让你在社交过程中，还是在你的圈子里，还是你混社会最明显的一个标签。因为人啊想要混得好，他是需要不停的撬杠杆的。那么你看我撬了几次杠杆，我最开始是一个身高1.67米，家庭是农村的一个最屌丝的男人，我没有任何杠杆可以撬，就是个非常普通的男人。我只有一个点，叫10万块钱存款，所以我把这10万块钱安在了我的脸上，换取了现在的颜值。我去撬杠杆，我对外的标签有一个，叫帅逼，或者叫小帅哥，叫小奶狗、小鲜肉，这是我的第一个标签，可以让我本来干一件事儿，它的难度和花的时间大概是这么长啊，但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脸去干这个事儿，可以稍微简单一点点。比如说我们解决自己的情感需求，这个是男人年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需求，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大事不要想干成。别人说的对，说色是男人青春时候的第一关，为情所困，这个男的如果还为情所困，他什么大事都干不成。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没毛病了，很对。你天天想着女人，你怎么能干大事？但是他这个话的前提是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他不是让你跳掉了，因为你跳不掉，你20多岁的年轻男性，你对异性的那种憧憬，你对女生那种迷恋的感觉，你想要获取女生的芳心，这件事情是刻在男人的基因里面的，你别跟我说你能绕不掉，你别跟我说你能跑掉，好不好？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不是说情感，别人说年轻的时候不要为情所困，不要在女人身上浪费这么多时间，我也高度认可。但我认可不是说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他妈的就是给他跳着走了，然后把这个东西当成你青春的一种遗憾，等将来你想自己功成名就，赚了一大堆钱，等你自己成为社会中的人上人，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是你现在有几分墨水，先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的这个需求解决掉，他哪怕没有完美的解决，但是至少达到个70%、80%。好，这个时候不要在男女上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干更重要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懂我意思吗？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我在当时颜值非常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创业，我还要去提升自己，我还要去研究这个很多事情。那我发现如果我只在女人这个事情上浪费大量的时间，我就没有精力再去干那些能够让我人生慢慢往上走的事情，因为我脑子里都在想着女人，脑子里都在想着这个微信上聊天这个妹子，然后晚上这个跟她约了3个小时的电话，他妈的打电话，第二天还要约会，我天天都被这些折磨，对吧？因为我不解决不行，不解决我难受，解决了又花时间，你说这有多崩溃？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能更快的解决？所以我就先整容，对吧？这是我的第一个杠杆，先整容。好，那么当我整完容之后，感情问题也解决一半了，知道吧？我的情感问题也解决一半。但是我说了，在整容之前，我也经历过很久的时间的磨练，来提升自己的智商和情商，以及跟女人相处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再变一下脸，我觉得是 OK 的。懂吗？花钱解决不行吗？花钱解决是 X 需求，我们说是女人这方的需求，难道女人在你眼里只有一个 X 需求吗？对不对？那不一样。而且我告诉你，说这话的人，你扪心自问，你花钱真的能解决那方面的需求吗？你扪心自问，别给我装逼，好不好？都别装逼，都别装逼，你就告诉我，你真的花米，你
在做那个事情的过程是解决吗？啊，你解决了吗？你根本就没有解决，对不对？哎，我说了，我们解决这个事情的目的是让你懂得女人这个物种是怎么一回事儿，同时你不会在这个上面再栽大跟头了，再踩坑了，或者再对女生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不要让你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内耗消耗在这些男女之事上。这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动机，因为你要空出精力时间来面对社会上的那些问题，生活上的那些问题。因为你比如说你自己创业，或者你做生意，甚至是你去做高级打工人，你是有非常多这个操蛋的问题等着你去解决的，就是等于你前面还有一大坨问题呢，你懂吧？如果说你这个感情问题没有解决掉，然后你人他妈是有限的，又不是机器，也不是神仙，你已经把你搞得心力交瘁了来解决这些事情。等你心已经被伤得很透了，比如说你他妈员工背叛你，你合伙人坑你，你这个供应商很傻逼，你已经脑子里在想这些事儿了，然后把这些弄完，你发现到家他妈的女人又把你拉黑了，人会接受不了的，好不好？人会接受不了的，相信我。所以你得先把这个东西给它搞清楚，不要让它耗你一点心智，这是一个男人能他妈走向成功的道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第一步。这个环节你不解决，你放心吧，你所有的努力将来就是地基没有打好，你所有的努力将来一瞬间都会倒塌。你相信我，好吧？我还没见过几个男的能牛逼到这个程度，说过了情关的，真的。我发现，因为我认识的。你要说10个亿以上的老板啊，我没怎么认识，但是你说那种几千万、1、2个亿的，我还是接触过一些的。我发现他们不管他的事业做的再牛逼，他不愿意在傻逼男人身上浪费时间，他的耐心可能对他的下属啊、什么合伙人什么的，他很高傲，很有姿态。但是你还别说，他再有钱，一个5分妹，一个5点几分的女生去给他抛媚眼、献殷勤，甚至跟他约会，他都会非常欣然接受的。就是我没有发现几个有多少男人，他觉得除非他去追这个女生，女生一直不给他好脸啊。但是我没发现，就是这个妹子稍微看得过去，然后对他反馈还很好，他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了。我没见过几个男的能这么牛逼啊！所以你相信我。这个是第一环节，第一关，你这个东西过不了，那你其他的东西都不说了，好不好？所以我后面又干了第二件事儿，就是我买了一辆兰博基尼。我在22岁的时候，2021年11月份买了一辆兰博基尼，虽然是二手的。那么我想撬动我人生的第二层杠杆，因为我的脸已经把我的我的脸和我的智商情商已经把我所有的情感问题解决掉了。那这个时候我开始工作，那工作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什么东西赚钱，它源于你周围的人给你说的，就是你他妈的你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凭空想到一个东西，那你太牛逼了。我们就说正常人说你现在做的什么职业，或者你现在赚钱的那个东西，基本上都是你父母亲戚甚至你周围的人告诉你的，这东西好弄，对吧？但是我周围的人，因为我是屌丝出身，我周围没有人告诉我的所有同学现在基本上不是在开挖掘机，就是在当理发师、当厨师，给人炒菜呢，给人当保安呢。他们告诉不了我什么成功的法则，但是我的客户又都是学情感的，那基本上都不会太有钱。所以我就陷入了一个瓶颈，就是我认识不到太牛逼的人来带我做事儿，教我东西。所以我就想买一辆车，看能不能就是多接触一些人，然后多听听他们的真知灼见，还有他们的成功心路历程，然后来给我分享一些东西。但是后面呢，我发现我的这个想法是对的，要接触牛逼的人，
去吸收经验。但是我的这个做法不对，就是买个兰博基尼其实没有屌用，因为我就发现了，你买这个兰博基尼只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向下兼容那些不如你的人，它其实是让你能赚钱，就是让你展示一个你能够你自己很牛逼，完了之后去吸引那些不如你的人，然后你再从不如你的人当中去收获一些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让你向上社交啊！别人因为你开了辆好车，或者因为你这个男的，怎么说呢？就是花钱大手大脚，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去认可你这个人。我觉得，所以我当时就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你无论是找优质的女人，找高分，还是找牛逼的男人，让他们给你分享经验，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的智商和情商，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人本身。但是你如果向下兼容，最重要的是你的结果啊，这一点是核心，对吧？这一点是核心。你记得啊，追女生、找女朋友、撩妹，它也是一回事儿。如果你是想找到优秀的女生，或者你想狙击高分，你想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终身伴侣，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人本身的智商、情商、你的魅力。但是如果你想像某些人一样，对吧，满嘴流油，想像某些人一样天天夜夜笙歌，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你塑造的非常有吸引力，完了之后弄一个东西来向下兼容，吸引那些不如你的人。其实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法则，就在我心里面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我发现只要能赚到钱的人和高分的女生，她们都有一个特点叫聪明，第二个特点叫阅人无数，这两个点也是息息相关的。她只有经历的，因为她聪明，因为他能力强，因为他见的人多，所以他能赚到钱，赚到钱也等同于拥有这些特质，所以他看这些东西他根本没有反应。好看的女生也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做自我建设最多只能让你满嘴流油，所有的自我建设都是让你满嘴流油的。想找高分最重要就是你这个人本身，其他都没有用，好吧？其他都没有用。好，所以呢我就发现了这个我当时呢发现买这个车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我就想，那我再怎么撬动杠杆呢？那我就要去到大城市。所以在23年的时候，我就从徐州来到了全中国，巡回了几十个城市，为了就是挑一个最适配我的城市，所以我就选择了杭州。因为当时我发现在一个小地方那其实我花同样的精力，我发现我接触这些，比如说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小地方，我找一个视频剪辑或者摄影师，我跟他说我的想法，他完全听不懂。我在大城市，我跟他说了一个想法，他不但能给我分享他自己的想法，同时还能优化我的想法，而且对我表示高度认可，而且他还有很多新的思路来跟你分享。那我就发现我在小地方和这个女生交流，我发现是什么呢？他们的优点在于你跟他接触完之后，或者你跟他谈恋爱之后，你的维护成本极低，你也可以随叫随到，他们也不会让你买什么东西。但是缺点在于你跟他在一起相处，他不会给你带来思想上的这个共鸣，他也不会给你分享什么干货，也不会给你讲什么你不知道的东西。就是在小地方，年轻貌美的女生认知是极低的，你跟她在一起其实都是等于在就不会1+1大于2，其实都是在用你的经验，在用你的财富或者颜值来换取一个女人的青春时间，基本上是这个逻辑。但是你在大城市，你遇到这些女生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你会发现你路上看到的任何一个女生，她都没有孬种。就每个女的，你跟她聊，这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她都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你走在上海的街头，就没有一个随便穿的。就是而且我发现走在大城市认识了很多女生，她都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有的女生会看话剧，会听音乐剧，你一问这个什么舞蹈几级，钢琴几级，就是每个人好像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但是在小地方，你发现这些女生出奇的一致，她们的爱好是吃炸鸡，是吃韩餐，是晚上去在家里面看剧，拿个 iPad 在那看剧，是
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各方面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我发现了这个小地方非常不适合我，小地方只适合这个人工作非常稳定且心气不是很高，他想平稳的度过这一生。那么如果他来到大城市，他会觉得极其的不适应，因为周围的人生活节奏非常快，大家都在不停的往前奔，他觉得自己在落后了，而且他没有在小地方的那种闲适亲近，而且他周围的人对他都是小地方，大家都是熟人社会，那么跟人之间的交往，他不会有那种冰冷冷血淋淋的那种现实。但是你在大城市，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就非常适合大城市，因为我不喜欢熟人圈子，我就喜欢他妈的大家都不认识，一锅大杂烩，什么人都有，然后在这里面混出一点名堂。我就喜欢他妈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乱世出英雄的这种感觉。我讨厌秩序，有一套秩序把每个人都框死，然后在自己的这个框架内活，我最讨厌这种感觉了所以呢我就喜欢这个大城市的感觉。那小地方真的适合对自己的人生目标追求不是特别高，但是想节约成本，那么我觉得在小地方是非常好的好，所以我就想的是我得撬杠杆，通过城市带给我不一样的观感。因为我觉得在大城市，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关注到的，以及我招聘的人和我接触的人，他相对都是比较向阳而生、积极上进的一群人都是为了自己今后的目标和人生敢于拼搏奋斗的一群人。我觉得和他们能擦出更不一样的火花，所以我就来到了这个城市。那来了之后呢在这儿发展，那我发现我已经有了颜值作为解决我生理需求的一个东西解决感情需求，女人这一挂的需求的东西。那我通过来到大城市来提升自己的认知，让自己基本上不会判断失误。其实我觉得来到大城市或者你跟牛逼的人接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做错判断。因为你在小地方，你没去过大城市的话，你很多时候你经常会做出那种让你得用3-4年才能缓过劲儿来的一些错误决定。因为我经常看到我有一些小地方的学员，比如说存了他妈的5年的钱加贷款买了一辆奔驰 E， 然后他买辆这奔驰 E 可能3年贷款，但是他很享受开一辆奔驰 E 在小地方的那种存在感，他要用3年的青春来还这个账，这3年他什么都不敢动，我认为这3年就浪费了，你知道吗？而且在小地方容易，比如说找了一个女生，这女的其实他俩根本就不合适，他也不是真心喜欢这个女的，但因为他们这段关系是熟人圈介绍的，这哥们儿呢又是心软的那种人，他明明都不喜欢了，关系都消耗殆尽了，他就是害怕让周围的人失望，害怕跟周围人不好交代，所以他不敢去做自己，就凑合着在一块儿吧，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就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你一个错误决定，因为你没有就是在大城市看到这些聪明人他是怎么设计自己的人生的，所以你就容易做错选择，对吧？对，向生活妥协然后到了大城市之后，我就想，那怎么能够让自己再撬一个杠杆呢？再让周围所有的人，各位兄弟记住，你出门社交，你跟别人接触，别人都会对你有一个第一印象。那什么叫第一？这个不能叫第一印象，这个叫社交完之后，别人会把你身上最有价值的那个点提炼出来，并且以此作为你的标签，以后在跟你接触的过程，除此之外的事儿他不愿意跟你讲，他只愿意分享你最擅长那个事儿。就像很多哥们儿，他认为我最大的优点是在于对女人的理解，所以我们有一些高价值的学员，他见到我，其实他也只会问我女人的问题，说到其他方面的话题他也不愿意跟我讲，因为他觉得可能你也不专业，你懂吗？就这个意思。那我就发现有些哥们儿呢，他是他妈专业能力很强，所以你会发现程序员这个职业程序员这个职业就是没什么社交，认识不到牛逼的男人，认识不到牛逼的女人，
程序员这个职业，我认为就是非常消耗自己的这么一个职业，因为你这个工作本身和工厂打螺丝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程序员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和文化分数比较高，仅此而已。但是也是以消耗自己的能量、消耗自己每天的时间来换取金钱的。可是你这个工作本身带给不了你任何的附加价值，所以你每天在这儿做，你的年龄一天天衰老，工作能力效率一天天下降，你只会被这个社会慢慢的淘汰。但是有些职业它是会就是训练人的，会让你越来越往上走，越来越好的，对吧？你程序员这个工作，因为我发现所有的程序员都有特点，没什么兴趣爱好，没什么个人生活。我之前那个我之前给他举过一个例子，我深圳有一个程序员客户，年收入大概在60万到70万，住一个几千块钱的房子，每天自己做饭吃。还有一些程序员学员，上一期有一个程序员学员，一年挣50万，我带他去那个BOSS 西服，一件衣服1000多，他说我操真贵。他挣他妈50-60万，说一件1000多的衬衫很贵，就是他完全对吃啊玩啊生活方式完全不懂，对女人这一挂也不懂。这哥们儿他认为自己很聪明，我把钱都省下来了，你那些钱都买衣服了，衣服不都穿什么都一样吗？穿完就丢了，浪费钱。这人谈个女朋友，一年花了这么多钱，傻嘚儿。你这个人真的不会算账，去旅游干嘛呢？旅游能收获什么？那就是他妈的拍照打卡的，都是过去看人头的，根本就这个没有意义，把钱都守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你相信我，你这个人会变成，就是你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花钱花心思，将来除非你选择就是自己一个人过一辈子，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也是冥冥中在把你本来可以培养的多维能力给他就是给他控制了限制了，懂吗？就将来有一天你他妈30多岁啥也不能干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不懂，你老婆也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完了之后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对人性的理解，对生活品质生活方式的一个会玩程度，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到时候你发现你就很难，你想突破任何一个点，你发现你就不通了，你知道吧？因为人想不停的突破，就是靠你自己已有的知识加上你学习来突破这个东西的。比如说我做这个直播，我本身是口才比较好，加上我对男女情感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做直播我只需要懂一件事情，叫平台规则。但是如果你他妈的凭空干一件事儿，你要学好几个项目。但是我这个口才是怎么来的呢？和我的两性情感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是从我16岁开始就培养了，知道吧？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人呢，他就是一个多维交织，最终达到一个点，完了之后变现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其实现在所有的钱、所有的时间都不是在浪费，你只需要把你各位兄弟，你相信我没有这个天底下没有浪费的钱，没有浪费的时间。公布唐娟，你现在赚的钱，你去花在你去花在这个时尚上，你收获了颜值，对吧？你去提升自己的这个和女生相处的能力，你收获了爱情；你去花给父母，收获了亲情；花给你的兄弟，将来总有一天他们帮你一个忙，有一件好事想到你，这个钱都回来了。你不要吝啬这些东西，好吧？对，所以我刚刚想说的就是这样OK， 那我们他妈的已经跳了但是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女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刚刚说了，最重要的是不可替代性。在我们所有的社交环境中，你想让别人对你觉得我操竖起大拇指，各位兄弟，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身边有很多漂亮的女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不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想社交不可能跟他妈穷逼社交，跟他妈屌丝社交，社交一定是跟他妈有钱的男人社交，对不对？社交是不是最重要的是跟有钱的男人社交？是不是？那
有钱的男人社交，你想一下，有钱男人最在意什么？你一个年轻小伙子20-30岁，他最看重你身上什么东西呢？肯定就是他妈的你有妹子，你身边的女生很漂亮。所以我告诉你，你现在养成一个习惯，你不一定非要和这个女生谈恋爱，也不一定要得吃，你就跟她交朋友。你交10个异性朋友，每一次出去跟但凡是个只要是个还不错的男人吃饭约会，你都带一个女生过去，你相信我，以后做到不带妹子不见男人，见陌生人啊，不应该是见陌生人，不带妹子不见陌生男人，坚持一下，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各位兄弟，你会过来感谢我的，好不好？因为作为一个年轻男人，真的跟那些老登比，你没有任何能够让他对你刮目相看的多看你一眼的，唯独是高分这个事情，唯独是高分正妹啊，优秀的女人。那这个定义是什么呢？6分，各位兄弟记得6分，你只要能带6分的，你能交到6分的异性朋友，6分的女生啊，你基本上2个人身价在1个亿以内的所有男人都能被你干住啊，就相信我，身价1个亿以内的男人都能被你干住啊，因为我之前给他分析过，有钱的男人他一定不会撩妹，一定不会追女生，相信我，有钱男人一定不会啊，有钱男人他赚钱的这个思维方式是极度理性的，是逻辑思维、筛选思维，是推理，他跟我们去吸引女生的这种艺术思维完全背道而驰。所以还有一部分这个有钱的男人他特别喜欢用钱解决事情，那钱解决事情我认为6分以上用钱解决都相对费点劲，而且这个人如果我说的是1个亿，在正常这个男的如果有个几千万有个几百万，你说你去跟他接触，你说他能拿钱砸妹子，我不太相信。这个资产量级的人肯定不会拿钱砸女生，他又忙又累又没时间，还他妈没什么经验，又不懂撩妹，我觉得他的情感生活也是一片惨淡。好吧，这哥们说直播在线人数指数增长，我之前都2000人，哥们都是2000人，你等我用电脑播，你看我，好吧，今年年底估计你能看到我1万人在线。其实我还有很多招，就是很多想法都没有实施呢。哎呀，我感觉自己可能是真的是上帝在我的耳朵里，在我的这个面前打了2个响指，上帝在我面前打了2个响指，让我有无穷无尽的灵感。我觉得直播间1万人都没有问题。樊老怎么复活了？你哪个孙子告诉你我他妈的死了的啊？所以我说了哈，其实这个女人的最大价值就在这儿。你要真说什么为了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这个，是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而为什么我们非得天天给大家在这强调说一定要找高分？因为我觉得只有高分的女生她才能产生这个作用。你刚刚有个哥们儿说，我说女人的不可替代性，那哥们儿说中国这么多女人怎么可能不可替代呢？对，你说的是在宏观的角度上，女生整体的数量是可以替代的。我说的是高分的女生，你想一下，高分的女生从小一个班里面就1个，我们放到整个社会当中，你说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交圈子内，他能遇到几个好看的女生呢？他遇到了，他又能追到吗？那是不是就很稀缺了？你就告诉我，正常人在正常的社交圈，他1年能遇到几个？是不是就很稀缺了？是不是就很稀缺了？那稀缺的话，你一定要干最牛逼的事，最难的事啊，哥们儿！你不要弄那种简单的事情。简单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要做最难的事情，要让所有人都佩服你，所有人都觉得你牛逼，竖起大拇指，好不好？你问我到底干什么工作，我觉得不知道，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影响别人是最牛逼的工作。懂不懂？就是很简单，你要让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觉得你牛逼，觉得你有魅力，认可你，你就能赚到钱。我不知道到底，换句话说，你说我这个叫什么工作？
我都不知道我这叫什么工作，因为我感觉中国就是在中国，我这个行业只有我一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这叫什么工作。因为我跟大家讲，我有30%的客户找到我，从来不问我问题，就说跟你交个朋友，知道吧？就说跟你交个朋友。然后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关门弟子，他来到杭州就见我一面，他给我付了非常多的学费就见我一面，就是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每次他妈的我也很难定义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个不知道。所以我想说的是，有影响力，让别人认可你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问我做什么，当别人都对你很崇拜、很喜欢、很欣赏的时候，有好事自然会想到你，相信我。心理咨询，我觉得这不是心理咨询，因为找到我的人他妈没有心理有问题的，找到我的人都没有问题的，都是心态非常健康、非常乐观、非常自信就是感觉有很多客户找到我也啥也没有，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找到我干什么的。真的，就是有的哥们儿他妈报了名之后说樊公子你是教什么的？我说哥们儿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我啥问题也没有对然后他说你教什么？我说我啥也不教没事，那就交个朋友。就是我俩他妈的凑到一块儿，都互相他妈很懵逼。哥们儿你找我干什么呢？你不知道吗？那我也不知道找你干什么呢，就反正就找你了呗就这种。对对，是的，喜欢我，对，给我转移支付嘛把我当妹子一样，他妈包养我，对吧？很多哥们儿真的抱我私教就跟包养一样。樊公子包你1年呢包你3个月了。有钱的哥们儿就直接说来线下包你，给我面基，知道吧？被他妈的我也是个水性杨花的男人，同时被这么多男人包养对，我是当科普看，对这个就是我刚跟大家讲的。所以女人最大的价值源于你交了很多高颜值的异性朋友，那么她的颜值具有稀缺性，会让你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作为最脱颖而出的那个男人，让别人对你印象深刻，同时让别人愿意跟你交朋友，而且愿意让这些男的把好事第一时间想到你，会增加你的杠杆，这是最重要的意义。再一次我告诉你你记得我刚说这个点是中国所有的老板都需要的，所有的老板都需要。还有一点你记住这个女人她的这个接触的男人呢，她是上限是非常高的。因为男的在这个社会上你想要往上走非常难。你看就像我做这个工作，我他妈的才挣多点钱，我有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吐槽这个行业，我还没挣多少钱呢，对吧？我现在还跟他妈的公司的2个同事一起合租呢，我现在还没赚到多少钱，都已经这么多人关注我了。你说这个男的想挣点钱，想靠自己的努力屌丝逆袭得有多难？但你看这个女的，我操，我觉得跟我一样收入的女人遍地走，路上全部都是的。商 K 里的妹子，顶级商 K 里的妹子，我估计有1/3的女的是比我有钱，收入比我高得多，对不对？而且这些女的，我跟你讲她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是说商 K 的女的，她陪的男人可能资产上到几十个亿，到明星，到顶级网红，什么男人都有可能。所以你和这些女生的接触，你其实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我发现一个男人只有在什么时候是最真实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想了解一个男人，你最好的方式是找他前女友了解，再不济是找跟他短暂在一起过一段时间那个妹子，你去问他这个男的是怎么样的，你才能了解到真实信息。不然你看到的全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知道吧？了解一个男人，攻心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他前女友给他分析的，这才是他真实的样子，知道吧？所以对，本质上可以说是女本位社会。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
接触这些有钱的男人，我发现他们就是我说我做的这个行业，他们对我这个人很看好，但是对我做的这个行业都不看好，都说这个女人产生的效益，做女人的生意大过男人很多很多倍啊！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真正能搞钱的，你看这些资本的策略永远都是从这个女人的这个消费，女人这个角度去弄。包括你去奢侈品店看，你看男的在那买衣服的有几个，你在奢侈品店你就在那儿蹲着，10个有9个是女的，唯一一个有男的。我跟你讲，男的来买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我很少看到有男的单独来买的，就几个男的过来买衣服基本上没有，一般都是一对情侣，但是这男的可能给这女的已经买了非常非常多了，然后这个女的作为回馈，过年过节他妈的给他买一双鞋，基本上都是这种啊，或者是那种结了婚的老婆给老公买的，就是男的年轻帅气的男人来奢侈品店买衣服的，我他妈基本上没看到，我自己算是个奇葩。对，所以这哥们说啊，对，曲曲多赚钱啊，曲曲多赚钱，对，是的啊。所以一定要，而且人家说了一句话叫所谓的女性成长，只有女性才叫成长，男性不想成长，男性只想赚钱。男的虽然都喜欢女人，但是他不喜欢学怎么追女生，他喜欢直接收获女人，他喜欢学怎么赚钱。女人是真的想学成长，因为女人她学成长带给她的收获非常又快又多又牛逼，对吧？所以男性为什么不想成长呢？因为他妈男性成长，他觉得这个男性再怎么成长不敌他多赚，他的收入多一个0或者工资翻倍，对吧？所以男人他妈的不想成长，但是女人呢，她没有什么雄竞上的成长空间。就我现在真的想不到一个女的，如果她就是20岁到35岁之内的女性，如果不做自媒体，不做网红，不去干医美，我真想象不到一个女的怎么能年入200-300万以上。大家想一下，一个20-30岁的女生不干网红，不干医美，怎么能年收入20-30万以上？很少，对吧？很少的。投行有20多岁的人能干到这么牛逼的吗？商 K 对，商 K 算啊，商 K 算，对啊，对，20-30岁的女生年收入200-300以上，对，很少。你不是说女生好赚钱吗？女生好赚钱一定得违背公序良俗。我当然说女生好赚钱了，女生当然好赚钱了。我说的是就是如果一个女人不违背公序良俗，她他妈太难赚钱了。她违背的话，她就好赚钱。还没去过商 K， 凡哥求指点啊！商 K 的顶级商 K 的女生确实年收入可以达到，我觉得100万以上没问题，100万以上基本上没问题啊。你说的女生多媒体是博主还是主播，不管她是什么，就是她是网红啊，她是靠粉丝赚钱，这个都算，都算。对，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女的，以后我跟你讲，人均拜金啊，你，如果你想找老婆，你尽快找，以后所有的女生人均拜金啊，你相信我，以后只要但凡颜值过得去的女的，没有一个不砍钱的。3到5年之后就会变成这样。现在信息太透明了。这个社会结构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的。怎么结交好看女生？就是把你追求的动作全部做完，但是没有任何升级关系的动作，不求任何回报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交到朋友。不是，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是想说
刚刚我说了，女性想成长，因为见效快，收获大。男性难道成长收获就不大，见效就不快吗？是的，但是男性就是我觉得男的成长是，如果你就是男的内部是他妈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牛逼的男人比牛逼的女人要爽得多，但是女的呢是整体都还不错，所以男性成长这条道路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耐心听我讲的东西，按照我说的动作去执行，你将来会比那些顶美过得还爽，你会比那些他妈的优秀的女生选择空间还多，因为女人有致命弱点，男的没有。我告诉你，男的只要过了情这一关，你没有致命弱点，女的他妈的就是很多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女生一个月有7天时间是心情不好的，你没有，对不对？你没有啊，女的她重感情，她在意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在意，你跟头狼一样，你跟头野兽一样，对不对？你哪有这些七情六欲乱七八糟的？而且女人会内耗，你不会内耗。我操，这灯怎么都没了？看吗？这灯他妈都很认可我讲的话。妈的，这灯他妈的都男人也啊，对啊。就是男的没有七情六欲，没有那些内耗的时间，也不需要来亲戚在那养，也不会因为男的因为这个感情在那妈一哭1个月，没有心情。男的什么都不在乎，这就是你的优点，懂吗？女人的优点在于只要她是个女人，她就是个性资源，她就能链接到比她牛逼很多的男人，她的选择权就很广，然后这个社会女生的地位也比男人高，然后大部分男人都追她，这是她的优点。但这个东西只仅限于在从0到1的这个过程，只要就是它仅限于这些浮在表面的东西或者一点点好处，但是你要以1年挣他妈200万300万为标准，那女人比你哪里有优势呢？如果以1年挣500万为标准，他又比你强在哪儿呢？对不对？你看这些所有说女人比男人简单的，都是建立在男的想挣几万块钱很费劲，对吧？得考个985大学，做一个程序员的工作，或者得是自己有能耐，女的靠一张脸就可以了。那是因为在10万以内的收入，他妈你要想挣更多钱，女的又比你强到哪了呢？是不是？但事实上直播间绝大部分人赚不到几百万一年。哎呀，梦想还是得有的，你得先相信自己能赚到，好不好？可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男生，那这是你要考虑的事情吗？这不是你要考虑的事情，你自己不普通就行了，你管别人干什么？对不对？世界上有13亿人，但我们直播间只有他妈800个人，我们是优秀男人就可以了嘛，好不好？啊。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挣钱，我没有教你赚钱，我只是说，哎呦，我告诉你啊，其实你也不要怪他妈大环境。那你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会，是不是从来都是票卖到爆的？大环境不好，怎么不影响别人卖票呢？啊，你告诉我，你去问问孙一宁收入有没有降低，问问韦雪收入有没有降低，好不好？因为你不要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只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让你自己更有魅力。男人女人你通杀，你又能吸引到男的，又能吸引到女的，能让所有人为你所用，能让牛逼的人愿意帮你认可你，让他妈不如你的人崇拜你敬佩你，这就是你要做的事儿。所以其实你看我所有做的自我建设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的最终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这一件事情。我要有足够多的筹码，让比我厉害的人认为在我这个收入阶层，让他印象对我更深刻，让他他妈的更认可我，让跟我就是不如我的人会更加认可我，对吧？更加信任我，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嘛。因为你不要把眼睛把你的这个思维格局全部看这些钱，看什么收入，看什么妹子，这些东西这都不重要。你把自己当成一个他妈上市公司去经营，对不对？上市公司经营之前要干嘛？要提前5年查账，把所有的负面消息都弄完了之后，啪一笔弄个几亿，
你也是这样的，你赚钱放在他妈几年之后，放在你把这些一坨东西全部都搞定了，你自己就是个上市公司，你把你身边的人搞定了，你上面有牛逼的人带你，下面有他妈小弟愿意给你做事情，对吧？周围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一群正妹异性。